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随着布什号航母整修完毕，福特号航母完成全舰冲击试验等一系列最新动态，美国海军即将熬过艰难的航母空窗期，足以满足五角大楼对全球性航母存在的需求。换句话说，在因为各种原因沉寂数年之后，美国航母自以为在全球到处耀武扬威的好日子似乎回来了。经过30个月的维修，布什号航母周四出海试航，而在他离开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之前，艾森豪威尔号已经停在他身旁准备升级。很快，布什号将与杜鲁门号航母共同担负海上威慑任务。同时，最新型福特号航母完成全舰冲击试验后，正在船厂维修，预计将在明年春季出海。美国星条旗报称，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近20年来即将首次访问横须贺。这艘号称史上最强的航母刚完成升级整修，它混合使用第4代和第5代战斗机，并携带有数量较以往更多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和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报道称，卡尔文森号上次进驻横须贺还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为填补小鹰号航母赴中东参战而留下的空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进入尾声，停留在中东海域的里根号航母也将在完成支援任务后重返西太平洋地区。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保持双航母战斗群。美军现在日本的一条航母，同时加上英国开过来的一条常规航母，有可能在横须贺实现会合。但问题是，现在美国海军在日本的后勤支援能力是否能够支撑这么大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我是迟疑的。至于说未来美国新增航母过来，我觉得也不大可能长期部署。一句话，美国现在派再多的航母到远东来滋事，都改变不了这一片区域里面它无法独享军事霸权的一个态势。而即将抵达西太平洋的美国航母还不止于此。当前停靠在圣迭戈的林肯号航母刚刚于8月17日更换了全球首位女性航母舰长艾米·鲍恩施密特上校。美国海军时报称，林肯号航母是首批改装 F-35C 隐形战斗机的美国航母之一，它已准备好在今年年底前载着这种全球最先进的舰载机前往亚太。同样部署于太平洋方向的尼米兹号航母已于5月10号在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开始为期6个月的短期升级。按照计划，它将在年底前后具备出海能力。防务新闻称，届时美国航母将恢复全速运转状态，7艘航母大都处于刚完成维护和升级的良好状态，仅有艾森豪威尔号和罗斯福号在升级，斯坦尼斯号与华盛顿号在更换燃料。相比此前美国海军在航母空窗期的捉襟见肘，这简直是天壤之别。过去数年间，由于航母维护和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海军尽管采用了超期部署、双泵部署等各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但仍多次在亚太地区出现零航母的情况。今年3月，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也只剩下罗斯福号和艾森豪威尔号2艘航母可供调遣。眼看就要摆脱这种憋屈日子的美国海军，显然想对中国耀武扬威一把。但这真的就会给中国带来压力吗？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6发表的声明，就在美国双舰过航台湾海峡时，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行动全程跟监警戒。紧接着，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发布消息称，在美舰过航台海当天，东部战区多军种力量在东海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并开展联合对海突击等训练。根据介绍，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歼轰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东海当面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并开展联合对海突击等科目训练。有关行动旨在提高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战区将根据周边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常态组织。8月17日，东部战区也曾发布消息指，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施毅明确指出，演练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外界注意到，近期海事局发布多条航行警告，显示解放军在3大海域
域的多处区域实行实弹射击。其中，广东海事局的航行警告显示，周三南海南澳附近海域有实弹射击演练。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称，渤海海峡、长岛海域周三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船只驶入训练射击区域。而丹东海事局的航行警告显示，黄海北部、大陆岛自周二0时至周四24时，在4点连线范围内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有分析指，解放军在南海、渤海、东海3大海域几乎同时展开演练，是有意向近期针对中国海上和空中方向的军事挑衅行为发出警告。此外，火箭军方面也有所行动。在台媒曝光台军方量产导弹计划的同时，据央视新闻报道，火箭军常规导弹第1旅近日在西北大漠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精准命中几百公里外的多重防护阵地目标。报道还透露，火箭军常规导弹第1旅克服了恶劣自然条件和复杂电磁干扰，发射的导弹有效瘫毁蓝军防御体系关键信息节点。央视的报道中就提到，新型导弹成功拓展了火箭军新制弹头种类。